2006年，以色列曾杀害我国的一名中校，事后不仅没有道歉，反而阻止我们回收遗体，并称是因为地图错误导致的误炸。2006年7月25日，以色列的 F-16战机在黎巴嫩上空呼啸而过，并且向联合国观察所投掷了炸弹。中国军人杜兆宇以及来自奥地利、加拿大、芬兰的3名军人，在这场突然的袭击中不幸丧生。为了销毁所有证据，以色列还动用钻地炸弹对该地区进行不断的炮击。即便是收到了维和部队司令部的停火命令，以色列仍旧没有停手，直到印度的救援队冒险进入，这才将几名军官的遗体抢救出来。此事发生之后，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国大为震惊。安理会宣称要进行单独调查，但是以色列军队已经在第一时间控制了该片地区，并且拒绝维和部队的介入调查。以色列为何迅速将事发地点控制了起来，并且阻止维和部队的调查？他们想要隐藏什么？他们又为何要袭击哨所呢？多年以来，中东地区一直交火不断，尤其是以色列和阿拉伯邻邦之间的冲突，可谓是不共戴天一般。而为了调节该地区的冲突问题，联合国于1978年建立了维和部队，以监督该地区的停战协议。2005年，我国维和部队成员杜兆宇被派往黎巴嫩南部，担任联合国军事观察员。当时的以色列声称帮助黎巴嫩剿灭潜藏在此的巴解组织，并以此为由，将军队并入了黎巴嫩南部。事后不仅肆意杀戮百姓，而且还践踏他们的主权。为了揭露以色列的罪行，杜兆宇在帮助难民的同时，也在收集证据。同时，作为中立方，杜兆宇等维和军官是不允许携带武器装备的。再加上哨所的位置就在边境，遭遇炮击的危险也相当高，所以他们的工作环境十分危险。可即便如此，在生存与道义之间，杜兆宇选择了后者，用相机尽可能地拍下了一线证据。但也正是这样的行为，导致以色列似乎开始害怕了，于是就有了之后的误炸哨所，导致证据全部销毁。可以色列这么做，难道就不怕国际社会对他的看法吗？公然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的行为，无疑是将国际公约当作一张白纸。以色列的藐视态度立马招来了联合国的声讨。然而令人气愤的是，以色列称这是一场意外，原因是他们的士兵将地图位置标错了，一开始是想要打击真主党的。很明显，以色列的这番说辞完全站不住脚。且不说在哨所附近根本就没有任何真主党据点，最重要的是，在哨所墙体上印有联合国维和的标志。作为作战部队，怎么可能会把地图看错呢？显而易见，这是以色列的狡辩。在这之后，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行为与言辞呈现一边倒的声讨形式。可以色列对此不仅毫无反应，甚至还公开指责维和部队。直到最后，以色列看着风评无法逆转，迫于国际压力，才从黎巴嫩撤军。而牺牲的杜兆宇在同年8月被运回国内，并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，追加1等功。